第151章宁静教堂。该怎么总结其余的魔术师守则呢？克莱恩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看早就读过的报纸，一边思索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之前已经考虑过一点，那就是有无观众喝彩的区别。但光有这个似乎还不够。就着这想法，克莱恩的思绪迅速发散，莫名联想到了一些事情。还在占卜家阶段的时候，得到别人认同，被称赞为真正的占卜师，会让我有一种魔药消化变快的感觉。等总结出占卜家守则后，我开始认为这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别人的看法和反馈仅是表现，而非实质。扮演的足够好，自然会得到认可，自然会让消化加快。也就是说，我之前一直相信两者是同样收获的不同表现，而非因果关系。可现在又有了观众喝彩的选项，如果它确实能帮助我消化魔药，是否表明有的扮演真的需要反馈？别人的看法同样微妙地影响着我消化魔药的进度。推而广之，7位正统神灵建立教会，传播信仰，培育信徒，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这真是亵渎的想法啊！我果然不是一个发自内心崇敬神灵的人，我会赞美，却不会狂信。克莱恩赶紧调整思路，寻找着别的切入点。他反复比较着占卜家、小丑和魔术师的细微区别，渐渐有了一个想法。相比较而言，需要表演的魔术师是否蕴含着主动的意味，主动的寻找机会表演，而不像占卜家和小丑那样被动。从命运的角度来看，这也算符合。从占卜家敬畏命运，到小丑被命运戏弄，却依然要保持笑容，再到魔术师主动的挑战命运，哪怕只是获得虚假的结果，只是靠蒙蔽得到观众的喝彩。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打算尝试着主动做一次表演。从哪里开始呢？得相对不那么危险的事情。那个叫做埃姆林怀特的吸血鬼被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囚禁的事情可以考虑一下，不过前提是我得确认他们这伙非人类一贯奉公守法，顶多有点小偷小摸。埃姆林的同伴是住在大桥南区哪个地方呢？有点记不起来了，等下占卜回想回想。顺便确认下危险程度。思考到这里，克莱恩放下报纸，起身往楼上行去。不得不说，没有其余动机的主动掺和一件与本身几乎无关的事情，不是他的性格，但为了扮演，只能勉强自己。我这种还算简单，钢铁直男扮演女巫或者欢愉魔女可该怎么办？难怪白银城要强调你只是在扮演。克莱恩突然有些理解那句告诫的话语了。白银城圆塔顶部一个昏暗的房间内，6人议事团首席克林伊利亚特正站在窗户前，凝望着黑暗与闪电笼罩下的白银城。那一道道亮光照出了他花白凌乱的头发，照出了他脸上或扭曲或狰狞的陈旧伤疤，照出了他深深的法令纹和满是忧虑的眼眸。不知过了多久，科林转过身体，望向黑暗的角落，沉声问道：有什么发现吗？角落里一道影子立了起来，漆黑的投射到了墙上，并且扭曲着婆娑着。他的嗓音带着金属被摩擦的感觉，相当刺耳。戴里克伯格回到自己的家里后，有表现出一定的异常，但还没有需要立刻处理的情况。科林轻轻颔首道：他做了哪些事情？借助圆塔底部那件神奇物品化身光人，解决掉失控者和并非本体的神秘人后，他一直怀疑事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前探索小队队长突然失控，神秘人隐忍了足足42年后，却鲁莽地展开了行动，毫不考虑陷阱和后果。这一切让猎杀过诸多怪物的科林本能就觉得不对，所以他认为这是神秘人故意做出的选择。虽然对方的真实目的暂时未知，但必然有着相应的后续手段，不会就那样简简单单被清除。运用猎魔者的能力未发现异常后，他故意装出被蒙蔽过去的样子，直接打发那个叫做戴里克伯格的少年回家，暗中却派人进行起严密的监控。这与之前关押检查的处理办法截然不同，是科林不得不做出的改变。那不断轻微摇晃的黑色影子回答道。他进入房间后，坐到床边，小声的自言自语了好一阵子。因为担心被那个神秘人发现，我没有靠得太近，没听清楚具体说了什么，但可以确认这是异常的表现。自言自语完，戴里克似乎变得很疲惫，很快就睡着了。可睡了没多久，他突然醒来，举行起一个仪式。我怀疑这个时候他是不清醒的，处于被那个神秘人控制的状态。对了，那个仪式有秘气元素。科林表情沉凝的思索了一阵道。
果然，也许他在通过这种方式与他的本体沟通，他究竟有什么目的？他为什么会安心在圆塔底部过42年？黑色影子自然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继续说道：仪式之后，戴里克没再有什么异常的表现，这件事情是否需要立刻处理？如果那个神秘人的本体被引来，我们未必能对付6人议事团首席科林沉默了几秒道：继续观察，那个神秘人暂时还没有表现出实质的足够的恶意，我们的反应不能太过激烈。哎，你还记得那个预言吗？快要到灾难降临的时候了，我们探索的越来越远，找到的古怪遗迹越来越多，收获的事物也越来越危险了。遵从您的意志，首席阁下。那黑色影子慢慢缩回了地面，消失不见。这时，伯格家戴里克忽然剧烈咳嗽了起来，咳得心脏似乎都要因此裂开。嗨嗨嗨！他俯下身体，不断咳嗽着，直到喉咙一痒，咳出了一样东西。啪！一个半透明的事物划过他的喉咙，掉在了地上，是条指头大小和粗细的虫子。他身上有一些全透明的地方，形成了一圈圈圆环。戴里克之前在圆塔底部见过类似的东西，借此彻底肯定自己已经摆脱阿蒙的影响。他弯腰捡起了那条半透明的小虫，终于数清楚对方身上共有12道圆环。它有什么用？它能拿来做什么？他好像已经死了。戴里克陷入了沉思。鲁恩王国北方的凛冬郡，一座尖顶的哥特式黑色教堂耸立在满是白雪的山中，占地极广。它的前方是一处断崖，它的周围是一片白茫，没有丝毫的声音。这就是黑夜女神教会的总部——宁静教堂，俗称圣堂。墨发碧眼的伦纳德·米切尔披上一身黑色的风衣，戴上红色的手套，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已成功晋升并稳固下来的他，还没有得到参与行动的机会。还有一些练习和所谓的神秘学课程。绕过拐角，伦纳德看见了一条通往下方的楼梯，看见身穿黑风衣、有一双幽邃灰眸的队长邓恩·史密斯和带着淡淡书卷气质的克莱恩·莫雷蒂等人站在那里，微笑等待着。他微扬脑袋，无声叹息道：我的记忆力也变差了，我都忘记你们已经不在了。伦纳德收回目光，沿着楼梯下行，来到教堂的第1层，敲门进入了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内摆着一张张椅子，零散坐着一些戴红手套的职业者。伦纳德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和认识的朋友微笑交谈起来。过了一阵，领口高高竖起，遮住了下巴和嘴唇的高级执事克雷斯泰塞西玛走了进来，坐到最前方，面朝着众人道：今天的课程要告诉你们一些注意事项。身为红手套，你们会行走在各地，有一定的概率遇上危险的高序列非凡者。如果他们恶意明显，想要杀掉你们，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隐蔽的留下痕迹，让后续的调查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线索。具体的办法有，但很多时候，那些高序列非凡者不一定会直接动手，会基于种种因素利用你们。你们必须足够警惕，不能被蒙蔽。以下是我们总结的几种情况。坐在后方的伦纳德含笑听着，很是专心。他的复仇对象就是一个高序列非凡者。高级执事塞西玛停顿了2秒，继续道：第一种情况，有的高序列非凡者会伪装成隐秘存在，用承诺和希望欺骗你们诵念他对应的描述。第二种情况，有的高序列非凡者可能正处于被拘禁、被封印的状态，他们会假扮成满足愿望的神奇物品，诱导你们帮他脱困。比如，可以满足3个愿望的神灯，比如许愿水池。第三种情况，某个高序列的模样名称叫做寄生者，他们常常自称自己失去了身体，只能与你的灵体共存，只能依赖你，无法伤害你，然后给你知识、配方和各种好处，希望你强大起来，帮他重塑身体或者报仇。而实际上，被寄生的非凡者只会成为他们的养分，以此延续他们的生命和状态。伦纳德听着听着，笑容渐渐消失。第152章，爱好独特的吸血鬼。夜色下的宁静教堂格外美丽，与高悬于半空、冷冷照着大地的红月相得益彰。伦纳德进入属于自己的单人房间，摘掉了2只红手套，将它们扔到了木桌上。他沉着一张脸，坐至有花纹的玻璃窗户前，背对着外面，沐浴起月光。默然10几秒，他突然非常小声的，近乎咬牙切齿的说道：原来你是寄生者。伦纳德的嗓音微弱的回荡在他自己的耳畔，压抑着明显的愤怒、紧绷、茫然和害怕。瞬息之间，他脑海内直接响起了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
可以这么说，你究竟想做什么？寄生在我的体内，汲取我的生命，或者等我强大起来，直接吞掉我的非凡特性，就像在培育一瓶人形魔药。伦纳德的嗓音压得很低，语速却不慢。他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声音笑道：我是你的奇遇啊，你不是一直这么认为吗？认为自己独一无二，是这个大时代的主角之一。其实你并不像平时表现出来的那么自大，那么狂傲，你始终在提防着我。嘿，我教会你扮演法后，你根本没有用心去摸索，只是很简单很表层的尝试，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才消化的差不多，并且刻意隐瞒，不去追寻梦魇魔药。等到遇见真实造物主的子嗣，受到打击，你才愿意晋升序列期，后悔到险些产生幻觉。伦纳德，你仔细想一想，我会不了解黑夜女神教会？我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所谓的查尼斯都还没有出生。我会不知道黑夜女神教会对寄生者有一定了解，会想不到红手套将掌握一些隐秘，以防备高序列非凡者的渗透。可我有阻止你加入红手套吗？表情短暂变换了几下，伦纳德最终归于沉默，什么也没说。他脑海内的嗓音又笑了一声：你是否有感觉比真实年龄衰老？没有吧，我最少还能活100年，并不急于占有宿主的生命。至于你的非凡特性，哼，我们根本不在可以替换的相近途径里。我吞噬它，等于喝下毒药，会变得半疯，会增加失控的概率。你认为我会这么做吗？黑夜是与巨人、死神在一类里的，而我所在的非凡途径，目标是学徒，是占卜家。伦纳德望着自己被绯红月光照出的身影，静静思考了一阵，再次问道：你究竟想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他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唏嘘道：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我遭遇了严重的创伤，必须有宿主才能缓慢恢复，而且我还得躲避一个可怕的仇敌——职业者。黑夜女神教会是不错的选择。伦纳德抬起脑袋，看了几秒钟的天花板，沉着嗓音道：你会被大主教、高级执事或者某些封印物发现吗？那略显苍老的声音悠然回答道：如果寄生者能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天那位叫做塞西玛的高级执事就不会只做提醒，不带着你们去接受检查。当然，寄生者也存在痕迹，黑夜女神教会有办法确认这一点，不过那相当复杂，相当麻烦，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带来不低的危险，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那位女神。所以，在你成为高级执事，有资格参与教会最顶层的会议，接触某些灵级封印物前，不用担心这一点。而到了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恢复，踏上属于自己的旅途了。伦纳德表情凝重的听着，隔了一阵才道：你有一个可怕的仇敌，他是谁？略显苍老的声音嘿了一声道：我并不清楚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的姓氏。是什么？伦纳德追问了一句。略显苍老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阿蒙，大桥南区河湾大道46号。正享用晚餐的主人们听见了叮叮当当的门铃声，唯一的女仆来到门边，透过门锁上方的猫眼，看见外面是位穿黑白格制服的警察。他打开房门，有些畏惧的问道：先生，有什么事情能帮到您吗？这警察正是伪装后的克莱恩，他为了尝试主动的表演，正在确认吸血鬼埃姆林怀特的同伴，住在河湾大道48号的那些家伙。斯图亚特任务的委托者是否属于遵纪守法的怪物？遵纪守法的怪物。虽然这听起来有些不对，有点滑稽，但却是我真实想法的反应。克莱恩在心里强调了一句。他身上的警察制服并不是专门定制的假货，属于普通衣服加了幻术效果的产物。魔术师就要做魔术师该做的事情。克莱恩没去监控河湾大道48号，是因为他相信埃姆林怀特的同伴们早就已经搬走了。身为怪物，身为非人种族，在一位同伴失踪了好几天的情况下，转移住处是最基本的操作。他们必须提防埃姆林怀特是被职业者、代法者等官方非凡组织抓获，必须假定对方随时可能交代。所以，克莱恩要做的是问卷调查。他保持着底层警察面对普通市民的傲慢，没有摘掉帽子，微抬下巴道：我有事情询问你的主人。女仆慌张入内，很快就带着一位穿家居厚衬衣的30来岁男子走了回来。警官，您想询问什么事情？男主人略显紧绷地问道。克莱恩站在门口，眺望了里面一眼道：你认识48号的住客吗？认识。男主人愣了一下道：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涉及一起案件，你必须老老实实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克莱恩板着脸道，他的脸庞也做了一定伪装，并附加了少许幻术效果，务求与大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区分开来。男主人顿时恍然，难怪他们1个多月前匆匆忙忙搬走了。河湾大道和附近街区的居民大部分都认识怀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那是个长相英俊但性格有些古怪的年轻人。怀特先生是位出色的内科医师，擅长使用各种药剂和放血疗法。放血疗法？克莱恩反问了一句。是的，虽然这被许多报纸和杂志认为是没什么效果的古老医术，但接受过怀特先生治疗的人基本都痊愈了。不过，怀特先生也说过，除了他，其余医生的放血疗法都属于欺诈行为。男主人发表了一通看法。放血疗法是在为自身积攒食物吧？真正有作用的只是药剂。这吸血鬼一家靠着放血疗法，边帮人治病，边收取食物报酬。如果病人不多，或者血液非常不健康，才考虑去较远的医院偷采血瓶里的血喝。相对怪物这个身份而言，他们真的很遵纪守法了。克莱恩有所明悟地点了下头。他临时观察到的情绪颜色变化告诉他，对方并没有撒谎。男主人见警官没反驳自己，继续说道：怀特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是很好很和善的人，虽然他们治不好那些真正的重病者，但对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居民而言，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医师了。是他们的孩子埃姆林牵涉进案子了吧？这个年轻人太沉默，似乎瞧不起我们，总是躲在家里，不知道在做什么。警官，你很热吗？外面这么冷，也许只是单纯的昼伏夜出。克莱恩抹了把汗水道，为了这起案子，我在附近走了很久。接下来，根据设计好的问卷，他从方方面面了解了怀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他一家又一家的敲门询问，汇总了所有的答案，得出怀特一家确实善良、和蔼、遵纪守法的结论。这真不像是对吸血鬼的描述。克莱恩抬头看了眼穿透云层的红月，打算做最后的确认。他解除掉身上的幻术效果，做起了占卜。确认没什么危险后，他绕到侧面，攀爬进了河湾大道48号那栋房屋。别人由于不清楚埃姆林·怀特是被谁抓走的，会始终害怕后续有官方非凡者来造访。克莱恩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丝毫不担心有陷阱。进了2楼，他借助月光看见各个房间内事物凌乱，很多东西都未被带走，通过这些足以想象主人们离开时的匆忙样子。他在书房内甚至还发现了一些草药方面的珍贵书籍，其中不乏乡间流行的民俗配方。边走边看，克莱恩进入了一间卧室，一道道黑影随之映入他的眼帘。他吓了一跳，还以为遭遇了埋伏，险些就要打出响指，点燃丢在外面的火柴。还好，没有袭击发生。绯红的月光穿过窗户，洒满了整个房间。克莱恩终于看清楚了那些黑影是什么。他们没有灵性光彩，是或大或小的人偶。最大的仅比克莱恩略矮，是个身穿华丽长裙的少女，袖口、衣领等地方运用着蕾丝、缎带等装束。这少女人偶明显更贴近蜡像，五官栩栩如生，金发红眸，娇艳漂亮。最小的那个只有正常人巴掌大，是个身穿银色全身盔甲的女性，英姿飒爽，大气美丽。目光扫过这一个个人偶，克莱恩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在罗塞尔影响下，人偶艺术的发展出现了2个趋向，一是可爱的，可以换装的，一是更加真实的。克莱恩环顾一圈，忍不住啧了一声，这些人偶都不便宜啊。埃姆林不会是个沉迷人偶的吸血鬼吧？第153章，倒吊人的野心。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后，克莱恩确认怀特家没有古怪的地方，而且那对夫妇连根头发都未曾遗留，明显是在防备有人用占卜的手段追索他们。他回到那间摆满人偶的卧室，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打算用占卜做最终的确认。但在步入正题前，他饶有兴致地具现出了那个几乎和自己等高的少女人偶，并像过去在廷根市占卜变异太阳盛辉的虚影一样，拿起暗红圆肤钢笔，于黄褐色的羊皮纸上书写下一段语句。他的来历放下钢笔，握住纸张，克莱恩后靠住椅背，边小声默念，边慢慢调整精神至冥想状态。整整7遍之后，他眸子转身，眼帘垂下，进入了沉眠。那片灰蒙至离的天地里，他看见人偶工匠在异常专心的制作。
看见这红眸少女被摆放入了人偶屋，看见埃姆林怀特眼睛移不开的掏出了钱包。最后，画面定格在了克莱恩目前所处的卧室内，头发斜着后梳，英俊但略显秀气的高傲吸血鬼埃姆林怀特坐在床边，深情的凝望着这个人偶以及其他的大小不同的所有人偶。果然是人偶的狂热爱好者。克莱恩睁开眼睛，伸手捂了下脸，旋即他挥了挥手，让具现出来的等高人偶消失在了灰雾之上。做完这一切，他重新拿起原副钢笔，再次书写下新的占卜语句。河湾大道48号近10年内死人的场景，根据附近居民的陈述，怀特一家搬到这里不超过10年，所以克莱恩能锁定一个具体的范围。而且他相信，如果怀特一家只是表面的好怪物，实际一直在制造失踪案，以便稀释到温热美味的血液，那么他们不可能始终不让事情发生在家里。漫长的10年时光里，总会有几次意外的，只要他们没有收手。仔细检查了一遍占卜语句，克莱恩重复起默念与冥想，迅速坠入了梦境。灰蒙蒙的世界中，他的眼前时而一片漆黑，时而雪花成点，时而破碎分裂，却始终没有画面呈现。这就是占卜的结果，什么都没有。河湾大道48号近10年内没有死过人。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可以初步判断怀特一家是遵纪守法，顶多小偷小摸的吸血鬼。克莱恩望着前方的斑驳青铜长桌，用灵性包裹住自身，坠入了灰雾之中。回到现实世界后，他谨慎地处理好自己留下的痕迹，原路离开了河湾大道48号。他并没有就此做出最后的决定，而是绕道去了河湾警察分局，于一位位小偷酒鬼被带入里面烤制管道上的场景衬托下，轻轻松松潜入了档案室，并且胆大地点亮了里面的煤气台灯。然后克莱恩找出最近10年的失踪记录，哗啦啦翻阅起来。门外不时有值班的警察经过，可他们眼中的档案室却毫无灯光外泄，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不知过了多久，戴着黑色手套的克莱恩将卷宗放回了原处。接着他关闭煤气台灯，于深沉的黑暗里取下帽子，以手按胸，向着分局大厅行了一礼。一路回到明斯克街，克莱恩洗了个澡，换好衣物，坐到书桌前，铺开了最早在蒸汽列车上购买的那张贝克兰德地图。他首先找到了大桥南区的月季花街，那是丰收教堂所在，而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正是这间教堂的主教，并将埃姆林怀特囚禁在了地下室里。紧跟着，克莱恩视线移动，弄清楚了周围几条街道的名称和布局。表演不能太急躁，太急于求成，得一点一点的让观众投入。克莱恩低语一句，展开信纸，落下了钢笔。尊敬的斯图亚特侦探，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找到了那个埃姆林怀特？我最近一直在帮你留意。我一位线人于今天告诉我，他曾经在大桥南区图特瓦街见过这个人，当然他只是说和肖像画上的人很像。放下钢笔，克莱恩将信纸整整齐齐折好，塞入了一个信封里，并贴上了面额一便士的黑色邮票。波浪起伏，广袤无垠的苏尼亚海上，幽兰复仇者号平稳地前行着，没有出现丝毫的摇晃。倒吊人阿尔杰威尔逊坐在船长室内，手拿黄铜色泽的6分仪，眼睛却闭了起来。无声无息间，他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抹笑容。终于消化了。阿尔杰睁开眼睛，抬起双手，让四周出现了点点蔚蓝。那些蔚蓝哗啦着交汇，变成了一道席卷往前的巨浪。阿尔杰双手一按，这巨浪顿时崩解，化作无数雨滴，落到了甲板上。历时近4个月，他的航海家魔药终于消化完毕。这段时间里，他不仅长时间飘荡于海上，完成教会交付的各种任务，而且还有意识地探索新航道，寻找还未被人发现的岛屿。于好几次挫折后，总算有了些许收获。这反向带动了魔药的消化，让他基本掌握了属于自身的航海家守则。核心是亲近海，是熟练掌握航道和天气的信息，是探索与发现。一贯深沉的阿尔杰忍不住离开了座椅，在船长室内来回踱步，并畅想起渴望的未来。等弄到风卷者魔药的配方，并找齐相应的非凡材料，就瞒着教会晋升序列6。之后再重复同样的过程，争取于3年内成为序列5的海洋歌者。这个过程里，必须一直担任幽兰复仇者号的船长，不进入人际关系复杂的带法者队伍，免得秘密曝光。一旦晋升序列5，获得足够的实力，
我就能够秘密的重返那里了。阿尔杰下意识望向了右侧，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重重船板和茫茫大海，落到了一座古老而隐蔽的岛屿上。阿尔杰并不担心自己将来在教会内部的晋升，等他完成了心愿，就能够全力以赴的寻求位置的提高了。到时候，序列5的他会继续伪装成序列7，再喝一份风卷者魔药，这会让他的非凡特性增多，实力变强，消化变慢，却不危害他本身的安全。同样的道理，在序列5彻底消化后，可以再来一份海洋歌者魔药，重走一遍正常的流程，这只是会让他接近失控，而且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找个女人结婚，把多余的非凡特性转移给自己的孩子。做完这一步，我就能往枢机主教这个层次，往高序列靠近了。这样的大时代正是我的机会。阿尔杰的脑海内已勾勒出自己身穿枢机主教袍，位居教会高层，掌控着诸多代法者的样子。陶醉片刻，他收回视线，恢复了理智。后面一步比一步困难，还好我有塔罗聚会，有愚者先生，虽然这里面同样蕴藏着危险，但提高自身的任何道路都有风险。得尽快搜集些罗塞尔日记，换取提问的机会，弄清楚愚者先生手边那张只露出背面的牌是什么物品，之前都没有的牌。罗塞尔日记，不会是我想的那件物品吧？阿尔杰眼睛一缩，瞳孔变小。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打了个哈欠，关掉煤气灯，溜进了被窝。他原本还有另外的打算，那就是借助占卜，大致把握住生物毒素瓶的来源，并从狼人的非凡特性上获得一种途径前3个序列的魔药配方。但是为埃姆林怀特的事情忙碌了一晚后，他觉得自己有些疲惫，打算隔天再去灰雾之上尝试。刚刚躺下，闭上眼睛，克莱恩忽然觉得不对。这是一位占卜家本能的灵性直觉，拿到狼人非凡特性和生物毒素瓶已经好几天了，中间不是没有精神状态较好的时候，我却一拖再拖，不去占卜，这很反常。克莱恩翻身坐起，仔细思绪，找到了一件类似的事情。他第一次遇见梅高欧斯的时候，本想直接用灵视观察对方的精神状况，结果却因为愣了一下，自然而然的错过了机会。等到最后，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对方肚中有邪神子嗣，占卜家本能的灵性直觉不着痕迹的阻止了他，免得他当场失控崩溃。很像，而且这次表现的更加明显。我记得莎伦小姐说过，玫瑰学派对成员的掌控超乎我的想象，所有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像被什么束缚着一样。这也就是一种途径的序列信息几乎没怎么外泄的原因。他们信仰被附之神，所以利用狼人非凡特性占卜相应的魔药配方时，会直接牵扯到这位邪神，带来我不愿意承受的后果。克莱恩认真想了想，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疑点。我之前占卜变异的太阳圣辉和那只倾听者遗留的耳朵时，灵性直觉也没有阻止我啊。难道被附之神比永恒烈阳和真实造物主更加强大？或者说，它的特性让它更加克制灰雾，能有效穿透？当然，危险也可能出自生物毒素瓶的来源。想到这里，一贯谨慎的克莱恩决定明天只尝试占卜生物毒素瓶，看占卜家的灵性直觉是否会阻止。第154章恐吓信。周二清晨，天气保持着这个季节常见的阴冷。克莱恩紧了紧那只大衣的领口，戴上帽子，拉开了大门。他这是去接尾邮筒投递给斯图亚特侦探的信件，路程其实并不遥远，没必要穿戴的那么整齐，那么厚重，但克莱恩感冒刚好，保险起见，还是把自己包了个严严实实。也许是昨晚刮了一夜大风的关系，贝克兰德的空气出人意料的不错。克莱恩下意识放慢了脚步，享受起这难得的清晨。路过约尔根家的时候，他听见了凸度窗吱呀打开的声音，本能扭头望了过去。站在窗口的是戴着黑色毛绒软帽，围着灰蓝色厚实围巾的多丽丝太太。和之前相比，她脸色又差了一些，身形愈发佝偻。早上好，莫里亚蒂侦探，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布罗迪。他说你是个好人，是吧，布罗迪？多丽丝老太太弯腰抱起了那只眼睛碧绿的黑猫。布罗迪四脚齐用，在他的怀里奋力挣扎，终于他跳了下来，轻巧落在了窗台上。但他没有就此离开，而是在那里绕来绕去，用头侧身侧不断蹭着多丽丝太太，看都不看克莱恩一眼。这是被一只猫发了好人卡吗？克莱恩自嘲一句，由衷笑道，这是件快乐的事情，
而更让人高兴的是，多丽丝太太，你终于痊愈出院了。寒暄几句后，他出声告辞，带着笑容继续往街尾行去。刚走了几步，他就听到多丽丝太太在后面喊道：“等于尔根回来，我就让他把报酬给你。我像是为了钱才接这个任务的吗？”克莱恩脸上的笑容忽然僵了一下，只能半转身体，挥了挥手，示意自己知道了。等远离了于尔根家，他的表情逐渐沉凝，隐约有些叹息。他刚才开灵室看过多丽丝太太的气场颜色，发现情况不是太好。这既是因为对方年纪较大，也是由于贝克兰德的阴冷气候和糟糕空气对肺部疾病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多丽丝太太应该能顺利度过这个深秋加寒冬，但下个就很难说了。要想多活几年，恐怕得搬到南方，搬到迪西海湾那一带才行。可惜啊，于尔根律师应该还没有那个条件，我都还没去过迪西海湾。克莱恩咕哝了几句，找到邮筒，将信件塞了进去。这将是表演的前序，而他今天傍晚还会以侦探的身份去一趟丰收教堂，做好剩余的准备工作。顺便买了个迪西馅饼做早餐后，克莱恩原路返回，相当悠闲。还未靠近家门，他就看见一辆装饰典雅的马车停在外面，两位戴着缎带黑帽的女士正焦急地拉着门铃，侍女和保镖则散于四周，仿佛在防备着什么。斯塔林太太、玛丽夫人，他们有事情要委托，很紧急的样子啊。克莱恩拿着装迪西馅饼的纸袋，靠拢过去，呵呵笑道：“两位夫人，这应该是早餐时间，回头看见是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玛丽夫人明显松了口气：“侦探先生，你得帮助我。”克莱恩的灵室里，对方的焦急、紧张和害怕没有丝毫的虚假，所以他点了点头，指着大门道：“进去再说。”说话的同时，他瞄了房东太太斯塔林一眼，发现对方的状态和前2天截然不同，变得很低沉、很颓丧，似乎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是遭遇了什么？房东太太虽然喜欢炫耀了一点，但对生活还是很热爱的啊。克莱恩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进去之后，未等坐稳，玛丽夫人就迫不及待地说道：“莫里亚蒂侦探，我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恐吓信？克莱恩放好迪西馅饼，交握双手道：“信的内容是什么？”玛丽夫人侧头望了斯塔林太太一眼，见她没像往常那么积极，只好自己斟酌着道：“那封信要求我在做大气污染调查的时候，公正的对待工厂的烟气，肯定他们的贡献，否则会让我和那个随信寄来的玩偶一样。那个玩偶的脑袋被摘掉了，手脚也被折断。”玛丽夫人似乎回想起了打开信时的感觉，声音有些颤抖的说道：“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变成现实，我不知道成为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要承受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于是，也许罗塞尔大帝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最极致的只有2种，一是谋杀了对方的父母，二是破坏了别人赚钱。克莱恩表情严肃地点了下头道：“我的建议是，报警。”在他看来，玛丽夫人现在是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身份地位和以前已截然不同，对于他遭受的恐吓，警察部门肯定不会等闲视之，而且这涉及王国重要政策的制定，不是普通的事情，所以警察部门大概率会把案件移交给教会的非凡者组织，务求尽快破案，尽快解决。基于玛丽夫人女神信徒的身份，职业者是必然的选择。这么一来，克莱恩就算想混一份报酬，也不会牵扯进去。我已经这么做了，但这并不让我安心。玛丽夫人抿了抿嘴唇道：“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说恐吓信是剪裁报纸单词凑成的，玩偶是随处可以买到的那种，短时间内很难查到寄信人，而且只打算派一个警察保护我。女神啊，他们就是这么对待一位无助市民求救的吗？”玛丽夫人顿了顿，恳切地看着克莱恩道：“莫里亚蒂侦探，我相信你能帮助到我，这不仅仅是因为你在那件事情上的表现，还因为麦克的认可、艾伦的赞美、塔利姆的夸奖，而且我知道你在那起连环杀人案里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用担心，我会支付你足够丰厚的报酬。”你的话语让我感觉高兴，但事情似乎有点不对。除非警察部门已经被收买，否则他们应该会把案子转给职业者，而有占卜等非凡手段的情况下，拿报纸上的单词拼凑成的信件根本无法规避探查。寄信者要么已经被抓到，要么有办法干扰占卜，而后者会导致职业者正式的大规模的介入。
无论哪种情况，都和现在的处理不太一样。克莱恩没有立刻回答玛丽夫人，认真分析起了这件事情表现出来的异常。客厅内顿时变得异常安静，沉默的感觉让玛丽夫人和斯塔林太太莫名有些不安。克莱恩不知什么时候掏出了一枚硬币，并让他在指缝间跳跃翻滚，这似乎是他专心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忽然，那硬币飞了起来，又稳稳落下，落到掌心，背面朝上。克莱恩这下诧异了，他占卜的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危险，结果是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起恐吓，哪怕寄信人几乎不具备什么实力，也可能造成一定的危险，不会完全没有，只是单纯的恐吓。或者，克莱恩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笑笑道：玛丽夫人，不用紧张，你放心的回去。如果这2天有人找你商量把这件事情登报，让民众认清楚那些工厂主的真面目，点燃大众的愤怒，那你将不会有什么事情。克莱恩刚才想到的可能是，这次恐吓性事件是一个局，自己人设的局，为的是煽动民众，利用他们的怒火，从而让大气污染的调查顺利进行，让之后的法案有利于自身，而这就能够解释警察部门为什么是目前这种反应。为什么这么说？玛丽夫人皱眉问道。克莱恩微笑回应道：这是我的推理，如果2天内没有发生你说的事情呢？玛丽夫人追问道。克莱恩诚恳说道：那我将提供保护，反正也没什么危险。他在心里补了一句。宽慰走玛丽夫人后，他去灰雾之上确认了一下，得到了和刚才一样的结果。而这个时候，他的嫡系馅饼已经凉了。玛丽夫人有些忐忑和不安地回到家中，想着要不要请斯塔林过来住几天，陪伴自己。就在这时，他的管家告诉他，霍尔伯爵的长子，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首席秘书希伯特·霍尔先生来访。双方进入客厅后，玛丽夫人还未来得及开口，那位金发灿烂的英俊绅士就抢先说道：玛丽夫人，我听说了你的遭遇，这是贝克兰德甚至整个王国的耻辱，我对此深表歉意和同情。你放心，委员会所有人都会和你站在一起。谢谢您的关心，玛丽夫人感激的回应。希伯特·霍尔斟酌了下道：夫人，我想找记者来采访这件事情，将你的遭遇，将那卑鄙的劣行告诉所有人，让民众看到那些污染了贝克兰德空气的人是如何的猖狂，没有丝毫忏悔。请你务必答应我的请求，这和莫里亚蒂侦探描述的一模一样。玛丽夫人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用过早餐，休息了一会，闲着没事的克莱恩进入灰雾之上，准备占卜一下生物毒素瓶的来历。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拖延。第155章，不按常理出牌。古老雄伟的宫殿里，一根又一根的石柱支撑着高高的穹顶。克莱恩坐在青铜长桌最上首，拿着半透明的棕色小瓶，反复检查了数遍，没有获得任何危险预感。开始吧。他具现出纸笔，写下了占卜语句。他的来源放好钢笔，做足承受暴击的心理准备。克莱恩凝望了纸张和生物毒素瓶一眼，往后靠住椅背，边默念边冥想。很快，他进入了灰蒙蒙的梦境，看到了一间昏暗但宽敞的房间。房间内挂着眼镜王蛇、黑寡妇、蜘蛛等动物，摆放着许多奇奇怪怪的植物，凌乱而瘆人。一个披着白大褂的严肃中年男人站在最中央的长条桌前，把蛇胆、蜘蛛毒线等事物一样又一样的丢入了悬于天花板的黑色大铁锅内。到了最后，他甚至放进去了几件有强烈灵性光彩的物品，比如时而散为黑气，时而凝聚成墨绿色尸体的肺状物，比如一管湛蓝明净的液体，比如火红色的眼睛。黑色大铁锅四周的空气逐渐变得粘稠，它们往最中央聚集着，却又不断被推开，难以如愿。披白大褂的中年男子看到这一幕，眉头缓缓皱起身，情隐约有些焦急。他翻了翻摆在旁边的黑色笔记本一，咬牙齿用一式银笔割开了自己的手腕。一滴滴鲜艳的血液随之落入了黑色铁锅，里面似乎一下有了生命，猛然爆发出恐怖的吸力，将周围粘稠的空气全部吸了进去，将还未完全离开手腕的赤红全部吸了进去。这还没完，不管那披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如何挣扎抵抗，如何面露恐惧，他都无法遏制的身不由己的靠近了铁锅。他的身体被拉长，他的脑袋被压缩，他在惨叫声里被铁锅一点点吃掉了。周围挂着的标本，摆着的植物，所有能够动弹的、
能够移动的东西全部飞入了铁锅。棕色的雾气豁然弥漫于房间内，静静的流淌着，荡漾着。等到一切结束，整个房间已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安静躺在中央空地上的棕色半透明小瓶。场景迅速淡去，迷梦飞快破碎。克莱恩睁开眼睛，无声自语道：原来生物毒素瓶是一个作死实验的产物，我还以为是哪个失控者遗留的非凡特性，那样的话就能占卜配方了。对克莱恩来说，失控者的灵性、非凡特性以及被邪神污染的灵性、非凡特性都是可以拿来占卜配方的，就像之前密偶大师罗萨格遗留的全黑之眼一样，这是因为他有灰雾隔断联系，有这片神秘空间消除负面影响，有丰厚的作死本钱。当然，非凡特性掺杂了太多额外因素，理论上可以，但失败概率极高。克莱恩也就是提升为魔术师后才觉得有点把握。同样的，由类似非凡特性直接形成的封印物也可以拿来占卜魔药配方，但如果它们只是作为主要材料，经过工匠等非凡者的制作或某些凶险的实验才变成神奇物品，那克莱恩目前的占卜水平就无能为力了，哪怕有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的增强也不行。不错，至少不用再担心生物毒素瓶有别的隐患。克莱恩望了狼人的獠牙一眼，理智的放弃了好奇。皇后区霍尔伯爵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继续学习着心理学。她的脚旁，金毛大狗苏茜蹲在那里，眼睛炯炯有神，她时不时还会摇下尾巴，似乎非常享受。心理医生伊斯兰特讲完了入门部分，故作不经意的提到，其实还有这样一种理论，他认为人类会从先祖那里，从过去一代代人处继承一定的意识，从而形成自身行为模式的底层逻辑。比如，很多人虽然没见过毒蛇，但只要遇到它，就会本能的感觉害怕，想要避开。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继承于先代人类，潜藏于意识最深处的感觉。在古老的年代里，人们不断与毒蛇、与各种凶猛的动物搏斗，逐渐把这种记忆铭刻于了意识里，遗传了下来。那是怎么遗传的呢？奥黛丽颇感兴趣的问道。长发及腰的伊斯兰特笑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某些人的解释是，每个人的意识在最底层其实是连通的，是一体的，而遗留于这里的痕迹和特点会往上影响独属于自身的意识。打个比方，最底层的意识就像一片无垠的大海，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意识则是大海上的一个个岛屿，这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藏于水下的更多更大的潜意识，显露于海面的平时能够察觉到的表层意识。这就是这个心理学派的部分理论基础。奥黛丽看了苏茜一眼，摸了摸她脖子的金毛道，所以我们能利用彼此连通的大海影响别人的意识，达到治疗某些精神疾病的目的。这就是心理医生的神秘学根基和非凡能力，但似乎还不太够，还差了点什么。比如头顶的天空，笼罩着一切的天空。奥黛丽表情懵懂又好奇的想着，你在这方面果然很有天赋。伊斯兰特惊喜赞道，但我们只能影响周围那部分海域，通过它在影响靠近的人。如果贸然深入探索远洋，很容易迷失自己。他抬头看了看墙上华丽复杂的挂钟，露出微笑道，时间到了，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奥黛丽小姐，如果你对这个流派的心理学感兴趣，我们下次继续聊。好的。奥黛丽起身行礼，目送对方离开的过程里，她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伊斯兰特女士不像是真正的心理医生，最多和我一样是个读心者。她刚才讲的就是心理炼金会的理论基础，他们可真沉得住气啊，怎么还不发展我入会？奥黛丽思绪纷呈间，苏茜在旁边开心的说道，奥黛丽，我感觉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类，不，一样的狗，不，也不对。汪，仅是初步掌握人类语言的苏茜一下陷入混乱之中，找不到准确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大桥南区月季花街丰收教堂外，做正常装扮的克莱恩抬头望了眼外墙的生命圣灰，拿着手杖登上台阶，迈过了大门。他要做的首先是确认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表演，以便巧妙的将吸血鬼埃姆林怀特救出来，且不引人怀疑，然后再以提供线索的侦探身份接受怀特一家的感谢，得到观众的喝彩。这将是一场有趣的表演。丰收教堂并不大，只有一个祈祷大厅。克莱恩找了个靠过道的座位，边摘下帽子边望向前方。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正在布道，超过2.20米的身高和宽松教士袍无法掩盖的魁梧体魄，给人极大的压迫感。但是他的表情却异常温和，带着对生命的赞美和感恩。这样的神父面前，没有谁敢喧哗，那不多的信徒们安安静静的听着，时不时做出大地母神教会独有的祈祷手势。克莱恩仔细观察着，耐心等待着，不骄不躁。随着布道结束，他握住手杖，准备起身进行后续。就在这个时候，通往教堂后面房间的那扇门处，进来了一个身穿大地母神教会神父袍的男子。他28、9岁的样子，黑发红瞳，高鼻梁，薄嘴唇，英俊但不够阳刚，正是埃姆林怀特。克莱恩的嘴巴一点点张开，险些无法合拢。这家伙不是应该被关在地下室里吗？他不是一直在大喊要坚持信念，绝不顺从乌特拉夫斯基主教的想法吗？埃姆林怀特将有关圣餐的事务分发给了一位卫信徒，最后停在了克莱恩的面前。克莱恩念头急转，当即压低嗓音道：“你是埃姆林怀特吧？你的父母委托我的朋友寻找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埃姆林怀特不见了那颇有特色的高傲，露出只比哭好一点的笑容道：“不用了，我很快就能回家了。”他抿了抿嘴，摇头强笑道：“我已经是母神的信徒。”不，教是这个答案完全出乎了克莱恩的预料，让他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应，只能在脑海里连声呐喊：“喂，上次在丰收教堂，你还非常坚定地说自己崇拜月亮，绝对不会改信大地母神，这才过了多久，你就屈服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你的坚持呢？你的节操呢？我精心准备的表演还没开始就被迫结束了，这不按常理出牌啊！”克莱恩张了张嘴，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埃姆林怀特为什么要给我讲改信的事情？我只是一个路过时偶然发现他的侦探啊！他希望我把这段话传递给他的父母，这里面藏着另外的意思。就在克莱恩猜测原因时，埃姆林怀特收起忧愁，得意笑道：“侦探先生，你不需要演戏，或者说，我该称呼你万能钥匙的新主人。嘿嘿，对高贵的血族来说，每个人的味道都是不同的，会拥有不同的血液特征。哪怕我当时被关在地下室里，也闻到了，记住了你的味道。